喜逢大运，闪耀山河。本节目由茅台1935冠名播出。哎，来了，他们。嗨，早上好。今儿咱可能得分成两组了。我们这个吃的好团队呢，我们就南传。早上好，有早餐的是吧？这个就是甲鱼包，蟹黄汤包也来了。哎呦，好嘞。所以还是要吃得好。是啊。我要吃得饱。我终于吃到了一点那种油水了。哎呀，这洪泽湖也是看不到边呐，像大海一样。大海一样。这个弯弯曲曲的这个形状，也是为了减少这个冲击力，是吗？每一个弯体就是一个溃堤的遗迹，它溃堤了之后冲成了大水塘，就是形成了一道一道弯。它有些弯体的修筑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那个洪泽湖大地全是这样的。每一个湾，从考古学的意义上，你就可以认为它代表了一次决堤，就是这很多故事就全部写在这个大坝的形状上。对，看到那儿，你说你能不落泪吗？对。哎，补水到喽！喜逢大运，闪耀山河。本节目由茅台1935冠名播出。淮安地处南北交界，几百年间，运河在这里与淮河、黄河交汇。无论是水利工程还是漕运管理，淮安都堪称运河上的枢纽。走运团告别了温润的南方，在淮安体会荣南惠北的别样风情。我第一次来这儿呢，其实比大家都早，我是2000年哦，来参加一个竞赛，就是城市社竞赛，就前面那个叫水渡口。哦，张老师、杨老师，嗨，早上好。大家好，我是呼兰，脱口秀演员。因为我就是对人文地理、历史，就平时没事感兴趣。之前也看过一些运河资料纪录片，就寻思来一起体验一下，跟大家一起交流交流，然后顺便学点东西。来吧，咱说一下今天的任务。早餐人家就给咱分了2个组啊。哦，他这2个组分得特别有意思，一个组叫吃得好，还有一个组叫吃得饱。我要率先选择。你来吧。我要吃得饱。哦，这过去没吃饱。你呢？我吃得好呗。啊，你看我这样已经吃得很饱了，现在得吃得好了。那我们一样，我也需要吃得好，我也不能吃太饱。这不按照体型分吗？那体型分，那我也只能吃得饱了。按体型分，按体型分。但是你们看，你没有发现你们光想吃，你没发现咱这组少人吗？现在？对呀，段老师啊，对哈。那个段尔强老师啊，有一个特别雅兴啊，人家没有走陆路，人家是从扬州那儿到高邮走水路坐船到淮安，就是走运河是吧？就是走运河，就是走运河。但是他从高邮到这儿要开7个小时啊。段老师坐着坐着说我要跳下去游过来。对。淮安是南船北马，舍舟登岸。咱从南边来，那必须得坐船，不然后面可能就没机会喽。哇，看，这就是运河的早上，旭日东升，这叫烟消日出不见人，轮机一声山水绿，是吧？爆改古诗，跟大家在板闸那儿一起见面了。那咱先不管他了，来吧。那就是上官老师和张老师是吃得饱，谢谢。好，给你们1个红包，这是你们的哦，里面有经费，就给100块钱。这能吃得好吗？我说明白啊，这100块钱是咱们每个组的早餐金。淮安也是一个南船北马的一个交汇地，所以咱们就兵分2路。我们这个吃的
好的船队就南船，吃得饱的团队就北马。对，走吧，咱们就骑马去了。好，走，出发了。我们上船吧。嘿，真好！啦啦啦啦啦啦！哎，你一定要看那个闸，现在你先看一眼，因为那个闸是我们整个运河上保存最好的一个闸。古闸是吧？14、15年。我天！这个闸就是当时南船北马交汇地。好比说，严老师，您要从杭州过来，然后呢，您要去北京，您回家，那您到这个地方之后呢，就以这个闸为界了，往南方才能坐船的。您上北方，您要坐马车走。就是到这儿的话，就是坐人的船就不能再往北走了。对，那是为啥呢？为啥？咱们为什么呢？就是这个闸的有严格规定的，北方的这个货运一定要保证漕运的。哦，再保证人的话就保证不了了。对。我们历史上面有2个人也从大闸走的，一个康熙，一个乾隆。只有皇上才行啊，对。这是我们环的地标，叫清江浦楼，就是过去船只要看到它，就代表到环准备过闸了。哦。您能给我们讲讲这个？我们这叫吃得好。我们怎么才能吃得好呢？您能给我们说说吗？吃得好啊，那您来淮安，这个在我们这边就是对了，因为淮安是美食之都嘛。淮扬菜的发源地就是在我们这个地方，所以今天您到淮安来想吃得好，那100%能吃得好，就一定要注重减肥，减肥。太好吃了。很多游客到淮安之后，就感觉来了之后，您不胖个3、5斤的，好像都不正常。那我还是吃得好，别吃得饱。因为我大学在南京读书嘛，然后一说到淮扬菜，就想到那个狮子头，就淮扬菜的狮子头个头很大的，很大，对，就跟我们那边的就是完全不一样。你们小狮子，他们是大狮子。对，我来淮安就非常，我就为吃你们那花甲。对，我爱吃那个。你呢？你来吗？我来就待了1晚上，然后就吃了小龙虾。哎呀，吃小龙虾这个是，对，淮安就是在季节性的里面。季节性的。除了淮扬菜之外，淮安人讲叫春天吃螺丝，夏天吃虾，春秋的螃蟹顶呱呱，非常好。一会儿去的地方叫河下古镇，这个城市当时是江苏省第一批牵连古镇，基本上80%都是原汁原味的。河下古镇原本是古邗沟与淮河的交汇处，后来成为大运河上的商贸重镇，无数南来北往都从这里经过，留下了许多故事。哎，对了，《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就是这里的人。《西游记》里的人物，你最喜欢谁？最喜欢的呀？对，最喜欢是孙悟空啊！我就是孙悟空。不然呢？沙僧啊，任劳任怨是吧？话少。他这里有个很有意思的东西。你看，拴马桩，就是当时特别有意思，说是吴承恩当时听故事就说，猴子他们一般用它来拴马。为什么呢？就跟我们养鱼里面要有一个鲶鱼，用鲶鱼的活性去激活其他的鱼嘛。它是如果用猴子跟马在一起配对的话，猴子老去逗马玩，所以导致那个马的活性就比较好，不容易生病。所以吴承恩听到这个故事以后，你看石猴嘛，拴马嘛，所以他当时就产生了一些联想。对，可能啊对他会有这个影响，所以才用猴子养马，才是弼马温嘛。在这儿是吗？汤包，灌汤包。行，咱应该就这儿了。早上好，用早餐的是吧 ？Hello， 就是你先等会儿，胡来，你别迈腿就往里进。咱仨就100块钱，不能多花。谁先吃算谁的呗。行，够吃。还有一个免单的一个游戏呢，到时候我们可以楼上请。还有免单的游戏呢？那您怎么不早说呀？让我先给几位贵宾介绍一下。相传啊，乾隆皇帝南巡的时候，途经河下，不想一村姑给他出此一上联，君臣呢苦思良久，竟雅言无对。小大姐上河下，坐北朝南吃东西。
这个小大姐，它是指没有出嫁的姑娘，俗称为小大姐。上河下，河下古镇它是这边的地名。坐北朝南吃东西，东西啊就特指我们这边的蟹黄汤包了。各位贵宾感兴趣的话，可以对上一对。大小姐，我给你对短长鱼，有点刻意了，有点刻意了。我看见长鱼面了，因为这个咱看看想什么免单，咱就都塞进去，然后这上河下不好对。对，河下是个地名。湖山。我要还是给您结账得了。网上有一个比较工整的，就是老童生出武进。武进它是一个地方。武进是哪儿？常州下面那一个。哦，有出武进哦。然后今冬立夏读春秋，春秋是一本书。哦。但是呢，它这个字面上是能对上，就两个描述的意境不一样。对，这个更俏皮一点，要对出这种感觉还挺难的，挺难的。先吃东西。但已经很厉害了，这已经能对上，已经应对的那个意思。对，能对上已经很厉害了。不如我那个短长鱼那个行。我的才行一般吃饱就来了。这个就是甲鱼包。哦呦呵，甲鱼包。对对对，你先尝一下甲鱼包。所以还是要吃得好。是，这一笼屉用不了一个甲鱼吗？他选的都是甲鱼的纯边肉，最起码要一个甲鱼的纯边。哎呦我去，那可受不了了，得罪这甲鱼了。哎呀，好吃，这好吃，好吃。来，我们的文楼的蟹黄汤包也来了。哎呦，好嘞。先开庄，后喝汤，最后连皮一扫光。真不错。吃完这个汤包，顿时才如泉涌，我觉得。想出来了，想出来了。来，今天必须把这个对上来啊！河下，出武进这个挺巧的，出和进，有时候就不工整。你比如说。去蓬莱，但就是不工整，那来不是那个来，已经很好了啊。我刚才老觉得这个蓬莱呀，能不能对上点儿八仙的词儿？咱都去蓬莱了，你不得从八仙里边找一个人吗？对不对？显得咱们这还有点雅兴。国舅吗？或者樊仙姑？哎，这个好。今天就是有一个 cosplay 何仙姑的一个人，他是个凡人，樊仙姑去蓬莱。哎，那个后面其实可以把我那个加。那可以把您那加了，您那啥啊？对，瞻前顾后看左右。哎，对吧？可以。好，就这样了。我们对出来了，这是我们几个人一块儿想的啊，我们几个人一块儿想的。我这个说呀，樊仙姑去蓬莱，瞻前顾后看左右。哎，我跟你讲，挺好。我们这不光我们有奖儿，这个蓬莱啊是一个旅游胜地，现在在那边打卡的好多小姐姐啊，都扮成这个何仙姑啊，在那儿玩，所以都是凡人，不是仙人了。所以樊仙姑去蓬莱，她到那儿以后呢，她也瞻前顾后。对，因为她是翘班出来的，她得看看有没有同事发现我出来玩。没错，别发朋友圈给我漏了。怎么样？我们这讲的还可以吧？啊，很好。不是，这时候不应该笔墨伺候，咱把这个墨宝留下，就直接提在这儿了就。咱有点太不要脸了，算了吧。我们等一下要去的好像是一个老街道。对，原本那里听说是一个像交易市场、像粮食一样的一个地方，就是全部都是，就反正跟吃的有关。现在就变成一个当地市民的一个有点类似于早市儿，咱们东北早市儿那种感觉。对，我以前对这个地方的饮食不了解，但我有个同学他是淮北人，然后我惊奇的发现他们的饮食特别北方。我就知道什么淮北牛肉汤啊，什么牛肉包啊，包括这个我们今天去的小吃街，可能各种牛肉的东西。哦，所以其实这里是一个很融合的一个饮食习惯，我发现。
他们会喜欢做一些就是原本比如淮扬菜系，然后再跟一些比较偏北方的这个饮食习惯做一个这种结合。我一会儿准备去，肯定要吃牛肉包。你要吃牛肉包？我肯定要吃牛肉包，牛肉饼也可以。我想吃那种豆腐脑。哦，应该是这条小街。我都闻到那种就是有点麻辣的那种胡椒味儿。对。好香啊！我就想现炫。这个是我看这个是那种。姐，这个是什么呀？葱花烧饼。葱花烧饼是吧？啊。有点像我们那馅饼那个东西，它是包在一个里面做的这种东西。每一个多少钱？我们可以吃一个，一人一半。哦，好，谢谢。来，这个很烫哦。啊，谢谢。哇，尝一口。好，走了。哎，这又是什么？我很好奇里面是个什么样子。哇，是这样的呀！这么大。哥，这一块有5块钱吗？就是你翻啊，6块钱、7块钱。哦，差不多，那也有点太大了。我们能不能就是要一半？横着切一刀嘛，求求了，谢谢。你们开多少年了3年。3年。10年啊，10年哦，我这个3年。 10年。你们是哪里？我们啊，我们从各个地方来到这个淮安。但我俩是东北人。对。拜拜。好，走了，拜拜。祝你今天生意很好。祝你今天生日快乐，差点说的。我的锅巴。买一个。先放着。啊，牛肉饼。牛肉包。这个还真挺好吃的，我终于吃到了一点那种油水了。啊。这是咱们北方的糖葫芦。就是我想吃个草莓的。对，谢谢。好嘞，谢谢。拜拜。到街上走出来了。我们现在还剩53。哦，那还没有花到一半。吃得很饱，真的是吃饱团啊。大运河连通了内陆与海洋，这让位于运河中心的淮安不仅沟通了中国，而且融汇了世界。世界美食之都的称号那可不是白叫的。御码头，嚯，这当年皇上也在这儿待过，看来是。哦，阿拉伯烤肉。欢迎萨拉姆雷孔，野老师、呼兰老师，文教授，欢迎，来个土耳其咖啡尝尝，行，看看我这个检查一下地不地道。好的。这边我自己做了一个小的展板，就讲这个运河和丝绸之路。哦，丝绸之路有2条嘛，一条是陆上的，对吧？还有一条就是海路。我们的京杭大运河就是连接这2条丝绸之路的。然后我们淮安正好又在中国南北的中间点，所以呢，我就做了一个淮安与丝绸之路，我做了一点点小的研究哈。像这个讲唐代李邕，他有个碑在这里记录了什么呢？我们当时淮安这里就有一个很大的菩提树，这树哪来的？印度带过来的啊，这是唐朝。哎，等一下，你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琉球的使节，他到这里来朝拜的。朝拜过以后，他回去路上到淮安的这地方感风寒死掉了，然后就埋在这儿。你们有人骨吗？人骨，他就到这儿生病的。这个太重要了。那个时候，做一个旅行家是很艰难的。摩洛哥的旅行家伊本白图泰、马可波罗，他们俩的游记里面都写过，都写到这儿。淮安那个时候，古时候只有2种可能，一个是商人逐利，再远我去做生意，
还有一个就是宣教啊。它这个图更直观，对吧？儒释道，然后这边伊斯兰基督。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要提出来五教合一呢？因为它在这个河道口，在这个闸口如此这个太厉害了，密集。就跟我们那快板似的，天主堂、耶稣教，不论回汉和两教，孔圣人门徒我都要。3位老师啊，我这羊肉串啊做了10几年没变过，来几串尝尝，对吧？啊，好的。所以这地方真的太有意思了。你看，我们不但是吃湖鲜，对吧？吃河鲜，还能吃到那个正宗的阿拉伯烤肉。来，尝一尝我这肉，哎，谢谢。尝尝我们这个肉，哎。尝一尝，哎，好热，10年了，肉也没换过，真不错。这附近还有一个赛珍珠声音博物馆，赛珍珠他是个美国人，但是一生都在讲述着我们中国故事，咱们也过去看一下。好的。他还翻译了《水浒传》，翻译成英文版。《水浒传》。Oh my brothers， 它《水浒传》不是翻译成水边的故事了？哎呀，标题是 All men and brothers， 所有的男人跟兄弟们。他这个译文估计老外可能还是有点不太理解，会看乱套的。里边还有插画、插图，还挺卡通。这个确实是，咱要是后边上大运河的时候，就会发现特好玩的事儿。因为这个《水浒》啊，成书是明朝，所以说他写的好多事儿啊是改河道以后。但是梁山北宋的时候呢，那河道还不是那样的啊。但是他只能按明朝改道以后那个水道写，对，这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对，站在这里，哎，这个还挺那个的。你看，你往这一站，它会声音。哦，只有它的声。哦。对，所以它是一个声音博物馆嘛，是吧？哦。我感触最深的是有一幅画，上面他笑得很灿烂，旁边都是中国小朋友。然后呢，我转头去，刚好看到一个电话。听到的是，当时他听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以后，他非常愤慨的一系列发言。艾玛，我最近每天都在为南京大屠杀事件中遇难的人们祈祷。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实在太令我失望了，我决定在《亚洲》杂志上刊登日本皇家海军少校的那篇小访南京。让世界上更多的人看到他可恨的嘴脸。虽然血缘上他是一个老外，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中国人，而且他是一个运河儿女。在那一瞬间，我感觉到整个运河它的包容性就体现出来了。不同种族的人到了这里都能寻到他灵魂上的家，或者他的根在哪里。张老师，喜爱，你好，你好，我来了。会晕吗？头？完全没有，很平稳是吗？非常平，非常平，比坐车还舒服。那很好。哎呀，我们今天去的是高家堰。高家堰，它为什么叫高家堰？我一直以为呢，要么跟一个姓高的有关系，要么呢是这里住了很多姓高的人啊，就是高家村、高家庄、高家堰嘛啊。结果我昨天晚上我回去之后在那儿乱翻书，发现古人讲说家呢其实是加减的加，啊，就是往高了加。但是我想了一下，非常合理，因为这个洪泽湖呢，其实是人工憋出来的一个湖嘛，人为的腰斩了淮河，然后呢，那个黄河夺淮啊，黄河走到淮安这边来了，黄河就带来大量的泥沙嘛。然后呢，泥沙就推高这个河面就越来越高，所以需要不断的给它加高，啊，所以高家堰这个名字呢，也让人觉得特别感慨。对，这个就是加高堰，对吧？高家堰。对对，
我们不是从扬州来的吗？啊，扬州那边的水啊，其实就是洪泽湖的水啊。就是扬州往北沿着大运河，它的河的西边有好几个湖啊，邵伯湖啊、高邮湖啊、宝应湖啊、白马湖啊，有一些现在已经连成一片啊，或者没有了。那么这些湖的妈妈就是洪泽湖。哦，整个淮河下游地区的这些水系，完全是人为干预的结果。高家堰原名洪泽湖大堤，是2000多年前的世界上最早的人工堤坝。哎呀，到了！老师好，欢迎你们来到洪泽湖大堤。哎呀，终于来到这儿了！我很早就想到高家堰这边来看。更好像给我一个学习的机会。没有，这个也是他的心愿清单之一。我呢是我们这个洪泽区那种，我是搞文物保护工作的工作人员啊，欢迎你们。专家。就到这个地方吧，我们可以看到洪泽湖大堤的这个加高遗迹，以及其他的遗迹，我们不妨下去看一看啊。好。随着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时候，就是联合国那个世界遗产委员会那个专家组的组长，韩国籍人叫江东腾，他来了洪泽湖大堤之后，他和我交流说，这个洪泽湖大堤一个水利工程70.40公里长，他来了看了之后，他说这个大堤真的红了，他说这个洪泽湖大堤不有这个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就单独申报完全都可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他说这个工艺一点不比埃及的金字塔差。若论这个修水利工程，肯定中国是最厉害的。你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部分，我们讲叫施工墙。它因为石头砌的这个工就叫施工墙。为什么说是有加高的遗迹呢？你看我们到这儿来看啊，它墙体的修筑都是一顺一钉，因为顺着的这样的省料子嘛。钉方呢，就是把这个长度丢到后面去，增加了和后面墙体的接合面，让这墙体更牢固。但是凡是起顶，都是钉放的，因为下面它打得深的。对呀，它和后面的结合面增加了，水位随着这个大堤的延长和加高，洪泽湖的水位也在增高了。又开始加高，这就是加高的层。到了上面你看，又是提顶，又是钉放的，你看到了吗？对。钉放过后又加高了不行，又加了一层，上面又是钉放的，这就是加高的遗迹。而且它有一个1寸的收缩，对，让这个墙体有点向后倾斜，这样更坚实牢固嘛。洪泽湖大堤被誉为水上长城，我们趁着人走在那个梯顶上，没有这个长城的感觉。等到你下来，你再看看洪泽湖大堤，对，这种长城的感觉就出来了。天哪，这个地面应该大致就是原来的水下的那个对湖底的那个地面。对。哦，这真的是一在上面，这个真的就是长城。你看我们这个叫针插不进，指出不进，你看看这些缝，横的竖的，你看看。哇，这个缝确实厉害。道光4年溃堤了之后，朝廷让林则渠来抢修洪泽湖大堤。那么这个地方体现了一个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什么呢？家国情怀。因为他母亲是1823年去世的，按照清朝的官员制度，他有3年的丁忧期，就是要在家守孝的。但是1824年溃堤，朝廷让他来抢修大堤，他两为其难。这个时候他父亲说了一句话：作为国家的臣子，如果对公斗不忠的话，还何谈孝？这个地方就体现了忠孝男权的这个处境了。林则渠在他父亲这个话的启发下，代孝接旨。这个地方一个被掏空了，你看，摸摸看，摸摸看，真的耶！什么？有一个铁的还在这儿。这个地方还有一个铁局呢，我这个是复制品，这个东西的，体现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价值在什么地方？它上面铸上灵弓，大堤修好了之后，这个东西是看不到的，它镶嵌在体里面，俗话叫马牙绳。那么这个铭文用现在的理念来讲，它起不到宣传和扬名的作用，它是作用就是一种责任制。假如这个题在我们现在的词语叫质量保证期内溃堤了，这东西一出现，就露出来了，就知道这个工人负责人是谁，责任，追求责任，追求谁的责任，这样就体现了一种担当精神。有这种质量，林则渠叫勇于担当，敢于担当，他不会出问题。这就是担当精神。洪泽湖大堤与大运河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潘基训
大做高家堰的时候，他就提出了3个工程内容：蓄氢、刷黄、济运。蓄氢，把淮水被称为叫清水，把流蓄住。蓄氢的目的是什么？2个目的，一个是刷黄，就冲刷沉积在清河的淤沙；还有一个工程内容就是济运，保证运河的供水。所以中国大运河开凿时间最早的就是淮阳段邗沟吴王夫差开凿的，营用时间最长的，一直保持畅通的也是这一段。它为什么具备这个条件？有洪泽湖的供水。所以说，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丢不开洪泽湖，丢不开洪泽湖，那就丢不开洪泽湖大地，因为有了地，才有这片湖。对，才能存住这些水。真是难以想象。因为现在呢，其实这个水呢，因为现在技术条件不一样嘛，对，这个你看着现在好像这些水都挺老式的，但是呢，你看书上那过去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这个弯弯曲曲的这个形状也是为了减少这个冲击力。我们从考古的角度来讲，每一个弯题就是一个溃堤的遗迹，它溃堤了之后冲成了大水塘。我们再去修堤的时候，不会在那个最深的地方填土，真的绕开那个最深口去填土，就会形成了一道一道弯。哦，原来是这么来的。它有些弯题的修筑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的天哪，那这么多弯是多少？洪泽湖大地，你在上面走，没有500米长的一个直道，都是弯弯曲曲的。人跟自然博弈的进对，是吧？下的一盘大棋。不是，这自然下的棋。洪泽湖大地保卫着里下河地区2600多万人口，3000多万亩土地。倒了高家堰，淮阳不见面。咱们是要做个手账是吧？对。要是大家再来玩的话，就可以参考咱们的手账。完全是没错。咱仨啥分工啊？你是项目经理，我是项目经理。是这样的啊，朋友们，这个项目呢，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分工的一个状态。我认为呢，大家就是选择自己最擅长的。那张老师啊，听君一席话。那绘图的部分呢，就拜托您了。我啥都擅长。OK。那咱俩走吧。那咱俩呢，就是咱睡觉去。那不是水在那儿吗？咱们2个划一划。可以，可以。就主要呢，咱们今天刚好这个大堤一整个行程走了下来，所以咱们就可以选择一些在这个旅程当中印象最深刻的，我们就可以以这样一个做手账或者说是做旅行攻略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把它呈现出来。咱们就是选择一个趁手的工具，咱们开始吧，老师们。好。那我开始了。好。我先传输一下。哎呀嘿，画人太难了。我用手机。我现在思路就是像运河一般流动。其实他在搞一种神秘的创作。OK。唱场地，就这么题词了。可以。我们拼到一起吧。我给你发图。好。大功告成。洪泽湖畔蒋坝古镇，走运团合2为1，边吃边聊。这一顿是吃得饱呢，还是吃得好呢？哎呦，你们特别好吃啊！你们已经吃过了？吃过了。我们吃得好的组专门以吃得好为主。到底他们是吃得好的组？哎呀，我作为吃得饱组的成员之一。好家伙，那我就不客气了啊！都别客气了。螃蟹先吃，因为它凉了就不好吃了。是啊，您来这个。感谢。给你来只公的。好嘞。反正我对淮安的感觉啊，
原先我还是不着急吃啊。咱给他们讲咱吃有多好的呢？完了，还得刺激咱。然后呢，那天的中午饭，哇塞，简直我们是有点。那是早饭。哦，对，那是早饭。对不起啊，因为过于丰盛，我怒吃一口。我跟你说不说？锦衣玉食。然后呢，有一个老字号叫文楼，说当年秦龙爷下江南的时候就跟这吃过，好吃，这好吃。那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蟹黄灌汤包。它这个啊，基本就是一个大闸蟹，你把盖儿开了以后，里边那蟹黄那感觉。吃完那个蟹黄灌汤包，这个大闸蟹索然无味，真的是索然无味。这是大的包，一屉一屉的这个小包你们是吃过的啊？那我们吃的是啥馅儿呢？哎，你猜猜，甲鱼的裙边的馅儿。就是甲鱼裙边的包子，对，只算是早餐。早。过去描写盐商豪奢、贪官腐败，就是这种桥段。咱们走的是河工路线呢，这不用说了。咱们是富商路线的，富商路线。后面我们去了这个地方，有一个五教合一的地方，然后我们又被这个好客的做烤肉的又吃了一顿。我们去了阿拉伯烤肉餐厅，好吃，而且是最正宗的啊。人是从叙利亚大马士革学的手。哎呀，来讲讲你们的经历呗，就是啊，对，我们也说一下，让老爷们开心一下嘛。咱们只能走点偏门跟他们比。那要不要把咱们今天的作品还有作品，还有作品，我们搞了吃的比不过，开玩笑，我们总得有点活。他们开始战术喝水了。我们发现我们只会吃，这很难受。这是我们的一个共创，对，共创作品。哇塞！你看这个是段老师的文笔，就对这个东西的描述。这个张老师画的工程剖面图。哎呦，哦，那大地。为了画这个图，张老师潜水到洪泽湖底，潜了1个多小时。就看了一下。最后到了这个就是这个讲坝，我跟他来了个共创。我说我就在这个周桥大堂那儿，我就把这个背景全画完，有个碑，乾隆御笔，乾隆点儿段的对。这个后来这个设计，这是喜爱做的哈，排版，这相当于过去皇帝盖的印章啊，这叫什么？书画印三绝。我看现在我们好像真的以吃为主来。当年乾隆爷到这也是，啊，大臣皇上都参观完了，这有工部的、吏部的、礼部的，完了得给皇上汇报啊。壮是吧？皇上得瞅瞅啊，这些批阅奏章嘛，扎心了。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啥？因为过去呢，你从南边也好，或者从西边也好，你到淮安大概率是走水路。对，这不是南船北马吗？哎，那你南边来，一般来说都是坐船来的。是的啊。那坐船这难得的机会，咱们这里有吗？也。你终于中套了，你终于问到点子上了。哎呀，我们说相声管叫地腿儿，知道吧？对，金牌捧哏不是盖的。我是坐船来的，然后呢是从这个高邮上的船，然后呢坐了7个小时到淮安。你说你从高邮过来，我还真搜了一下啊，没有多少路程，坐了7个小时，是吧？还那么慢？哎，就说过去在运河上走，猜猜一天能走多少里？50公里。从扬州到北京，正常要开1个半月。这是很顺利的情况下，但是它不同的这个河段呢，相差会非常大。而且你这个船是空载还是重载，差别也很大。啊，一天走个30-40里，这是非常正常的。啊，走个40-50呢，这就很顺利了。大概呢走个60，就是别人就会觉得你这飙车呀，探头就该拍了。哎，差不多。但即使是这样，也比陆路方便，其实。主要是成本低。它成本其实还有一个，比方说咱们进京赶考，
那你走陆路你得住店呐。对，你住船上，大多数情况你就在船上睡了就好了。就跟现在房车旅行是一样的。哎，对，我这次那个坐这个船，这简直了。这个这么多天睡得最香的一晚上。是吗？为什么呢？你想想啊，那个船它又有轻微的波动，相当于摇篮了。对，相当于摇篮了。然后呢，有那个发动机的那个白噪音，然后还有那个水声。主要是水声，因为那个水声会给你是在羊水那里面的那种，它会给你安全感。你有一个可以炫耀的吃的呀，你在船上吃那顿。哎呀，这个对，我们吃了这个船长家里夫妇包的饺子。哎，这一次呢，我看见那个船长家里有那个牛肉啊，有那个青菜，我想起这个江苏北边有一道菜叫青菜烧牛肉。来，随便吃吧，随便尝。对，来尝尝我这个。我现在有点紧张。还行吧。可以。哎，这个跑船的这边人里面，你是不是算年轻的？不是，还有也有年轻人是吧？也有老的。哦，我16岁就开船了，一直搞到现在。那20多年了。像我小孩将来，我不会让他再搞船。一到了夏天，这个温度啊，哎呀，那个温度将近有40大几度，将50度这样的感觉。这个到了冬天的时候，积水成冰。你怎么弄？冻了直接受不了。所以说搞船的也挺辛苦，但是没办法呀，要生活啊。哎，那你们去那立交，好像咱谁也没去那个立交这回。寡人去了。您去了啊？您是坐那船来的时候路过那立交了是吗？坐船的时候我就从那个立交上就过去的过去了，那还挺难得的。因为这个水上立交呢，大名鼎鼎，我早就知道，我很早就想看。我原来以为啊，这个水上立交嘛，不是上面一个河道，下面一个河道，对吗？不过呢，到这儿看了才知道，上面一个河道就是运河河道，下面呢其实是涵洞。涵洞是看不见的。这个呢，就是淮河入海水道的水道。问题就在为啥要把运河水位推高这么高？就是因为南宋初年、北宋末年那个黄河夺淮啊，黄河就带来大量的泥沙嘛，然后呢，泥沙就推高这个河面就越来越高，那怎么办呢？就是明代那个潘基训想的办法，蓄水攻沙，去清刷黄，对，这都背好几遍了。为啥潘基训讲蓄水攻沙？为什么要蓄水呢？因为那黄河水它不受约束啊，它一会儿这样流，一会儿那样流，而且它可能分几支流。他觉得呢要把它约束在一条河道里面，这样呢它水流比较快，它可以冲刷那个泥沙。这是他的这个设想。对，当时的这个理念。今天有一个叫板闸遗址博物馆，也很牛的，就是一个延续了300多年的运河上的很著名的闸。那个我们早上看见了。啊，你们也去了？哎呀，你们还挺失望的，我们也去了。对，我们正拿精神食粮对抗他们的物质食粮。白显摆了。但问一下你们3位，在那儿拉纤了吗？没有。你们拉了？拉了。怎么拉呢？这样，我天哪！哎呦喂！来加把劲，来加一下。怎么一动不动啊？重来重来哦！一位走，4了6了，张老师大把手啊！你别看呐！哎呦，好了，哎呀，丽姐，到底前面的大力士都是谁呀？他们一家人。谁能拉到10啊？对呀，就签个名。来，走运团啊！走运团，走运河行大运。相当哇塞！皇帝在前面，上官在后。
有仨人给我们拉纤来着，是你们呀？哎，找着了，还挺好玩的。然后我们3个人齐心协力，是吧？是吧，张老师？第9是吧？第9是。啊，是第9名。没有名次啊，就是历史上拉过的人啊，最有劲儿了。当天，历史第9，那还是让你们吃多了，那就。历史第9有点吓人。对，然后就是后来我发现，就是那个真的很难拉那个铅，真的，我感觉我整个人都已经要在那个上面晕倒。其实我们3个后来齐心协力去拉到那个重量，我感觉好像也不足以代表就之前几百年前他们真正的这个天赋，他们得使多大力气，而且您跟我说好像他们是拉一次，这样是多少钱？运河上纤夫的官方定价是每拉1里路程，1个人挣1文钱。天哪！1文钱，而且这个钱呢还是给夫头的，因为你找纤夫你很麻烦呢，你总不能自己在那喊吧，你就找那个工头嘛，夫头叫夫头，哎，你就给他过一手，抽个成。你想，如果一条船1天走个40里，这算不错了，挣个40文到100文已经不错了，不错了，啊，这就是1天。如果他一家人的话，就是勉强吃饭。就只能加入吃饱团，很辛苦。就我们这一波的呀，哎，我们在那儿拉纤，那就是我们的生存状况。哦，这样啊。吃点这个软兜长鱼，2口就把1天的工钱吃没了。是，那时候根本吃不起这玩意儿。哎呀，就我们发现吧，就是从那个洪泽湖再往水道下去，包括到这个高邮啊，包括到下游再出海那边，它好多水道修的都很平直，啊，就证明好像都是人工挖的，确实是，叫挑河工。挑河工。我们今天问了一下，他一般在冬天挑，因为平时有农活，到冬天虽然冷，但是就没有农活了嘛，闲了就必须去挑。这等于是夏天干农活，冬天还得付这些劳役。对，你还要付劳役。对呀，挺苦的，其实真是挺苦的。今天张老师还问我，我们提起那个上海这个黄浦江啊、吴淞江啊，他说这是人工河还是天然河？他后来才知道是黄友挖的，是人工挖的。对。然后我就说了一句，在淮河的中下游地区，在整个太湖流域，只要没山的地方就没有完全的天然河流，都是挖的。所有的河流要么是人工挖的，要么是经过人工疏浚或者人工改道的，都是这样，都是挖的。哎呀，说到这个，我真是感慨万千。这个淮安呢，来到这儿一看，跟这个过去在书上看到的根本就不是一个地方，就完完全全是2个概念。这个地方是在历史上应该是非常多灾多难，非常多灾多难啊！你比方说咱们在杭州、苏州，那时候我这心里最大的感受叫古今交融，但是在这个地方呢，最大的感受就是古今差异。比方说你们是不是去了那个清江大闸？对，清江大闸，你看平静的水面嘛，然后这个搞一些主题雕塑还挺好的啊，然后这个亭台楼阁啊，一些游乐设施啊，好多人在那玩啊什么。岁月静好，岁月静好。我在那儿脑子里就蹦出一句话，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就过去这个清江大闸是运河上最难过也是最重要的一段。这个大闸外面的水和里面的水的高差能差1丈。然后呢，所有的漕船都要从这儿过，所以在那个整条河面上啊，动不动堵几百上千条船是很正常的事儿。哎，我看了一段这个记载呢，看的是惊心动魄。他说你走到这儿呢，因为水位相差太大，所以那个河水啊非常的湍急，也很危险。那一般的人呢，他处理不了这么复杂的问题，在这个地方有专业人员，就是他们常年就在这儿啊，他知道怎么弄了。到这儿呢，一般来说你就得把这个过闸的任务给外包给他们。自个儿操作不了。哎，这个已经很难了。那到这儿来呢，说凡是经过这里的船，一般都要在岸上啊先放鞭炮。敬神呢，祈祷一下。
哎，就是祈祷我这个顺利过呀。然后这些很多个闸户，你们有没有在那看见有一个看一个青铜那个吹的那个闸？对，推的，他推那个绞盘，很粗的绳子，咔咔咔咔，要把那个闸给，要把那个船往上推，因为它是上面水位很高。那是拽着船绞往上绞是吗？哦，因为水是往下冲的呀，你船自己上不去啊。明白。所以是很难的，是很难的。但是你过这个时候还得先把货卸下来，因为你重船过肯定是难上加难，还得卸，先卸货啊，然后有这些挑夫、脚夫把你的货搬到那边去，然后你排队拿号，这雇人给钱，然后他们帮你把这个船给拖过去。那因为这些人他掌握这个技能嘛，对吧？你就得表示的优厚一点啊。所以过这个呢，就令所有在运河上凡是往北去的人都相当之头疼。鬼门关，你像咱今天这个过这个船闸吧，它中间有船室，对不对？你这个船进去了，然后这边关，这边开啊，水该放的放，对不对？那个时候因为这里实在是太多船了，水差太大，它也没办法设置这个闸室。实际上，整条这个新疆浦这边运河就是闸室，它那边隔几里再设另外一个闸。等于是说呢，你这几里甚至10里，你要把这个船全都排满，你就等着吧。然后呢，一艘一艘的拖过去。所以我原来看书的最大感受就是淮安就是运河的心脏。你看最高衙门设在这儿，这个漕运总督衙门设在这儿。你们去了漕运总督衙门了吗？我们哪个衙门都没去。不是严格说，就我们就是衙门。对，我们就是3个工部下放来的道台，我们到这儿巡视一下。听你们讲讲就行了啊，汇报一下工作，汇报工作，来。不过我们几个拉纤的有什么好事可以言？哎呀，不要搞错了自己的身份哈。所以现在看那个呢，包括看这个站在这个洪泽湖大堤上，因为它这个刚才咱讲这个水位相差那么多，一层一层的往下插，为了保证这个运河的水。那你生活在这东边的人很紧张啊，因为你头上一盆水啊。对啊。当事人讲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怎么说？说这淮安运河一条线一直到洪泽湖这里，只要一刮西风，那个堤岸东边的这个官民全都提心吊胆，紧张，非常紧张。那肯定啊，你这而且历史上确实有不断的这个决口啊。咱们不是去那个周桥大堂，因为它决口了，它要堵那个决口，水流的速太快啊，你没法直接堵。结果呢，还是有个熟人，对吧？林则徐。就比方说，这边是洪泽湖，现在冲了一个决口出去，那直接在这儿修个坝，把它再堵起来，不是很难吗？他要这样绕个弯修一个圆，把它给堵上。对，把它慢慢堵上，然后在这儿再修一个缓冲区，先缓冲。但是以为就这一个完了吗？那个洪泽湖大堤全是这样的。每一个湾，从考古学的意义上，你就可以认为它代表了一次决口。就是该冲一次，冲一次关，跟补丁是一样的。对，跟补丁是一样的。看到那儿，你说你能不落泪吗？对，就是这很多故事，就全部写在这个大坝的形状上。我又想起来一开始说的那个五教合一，就是清江浦古城这里，南船北马这个地方，其实近代是一个国际化程度还相当高的一个地方。你们是不是去了一个跟外国人有点关系的地方？赛珍珠那个声音博物馆。虽然血缘上他是一个老外，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中国人，而且他是一个运河儿女。他有浓厚的感情。今天我们碰到那个老师傅裴老师还挺让人感动的。他是一个多少70岁的一个老师傅，他就带着一个干粮，然后带着一个烧饼，走路在大地上找着各种碑文去把它踏下来。您是平时工作的时候吃什么呢？你像我们最简单的烧饼、馒头，再一杯水就行。在这个途中吃饭省时间的嘛。就是还是很辛苦的。如果说你把它当成个辛苦，那可能还有一点，但是是一种兴趣，我对工作有一种情结，开心。我就感到做个什么，找到发现个什么，心里挺满意，有成就感。那老师平时就是靠脚走路这样来回。这个过程那都是徒步。
哦，全是徒步，连个不用骑个自行车，开个车都没有。骑行人你找发现不了就行，必须是徒步。很早碑文，出了一本书，然后段老师不知道作者就是他，段老师提前买了这本书，发现作者就站在他的面前。对，因为封面写着某某委员会编嘛，没注意，没注意嘛。但你翻开纸笔人，就是他。好了，我这个书呢编呢就是稍微有一个。等一下，这个书就是您编的是吗？对。啊，时刻遗存，同志们。就这个。啊，你有。我昨天晚上已经看了半天了。很厉害，那个跟老先生真的厉害。他30岁，转到文博这个行业，现在70了。哎呦，这儿的人很专注。对，我们今天一早上起来就去水文站嘛。水文站就是几代人就专门看水文。这个就是水文站。水文站了。这个主要是监测水位的。监测水位，它中央定时，它每年到汛期的时候，它都要报洪泽湖水位，就是它是权威的。这个看水位的这家子已经有4代人了。4代人？4代人了。1912年，当时民国政府搞这个水文的时候，就是他家一个就第1代人嘛，叫李长元嘛。他家从13年开始，其实这个水位就一直没中断过。他是有他一直没中断过，非常厉害。他说我是为人民记水位。对。他有责任感了。毕竟这个洪泽湖这个水位这么高，对吧？它威胁这么大。总有这些。所以这个水位数据非常重要。默默做事情。所以我们当时不说了一句，他是在为人民在记水。是。他们这些数据积累导致今天那个裴老师讲，就是现在的我们调节水位的能力比较强，就现在这个水位基本上是12.5米。今儿我们在这个讲坝，我还真没想到这里边一个老头90多岁了，在这裱糊匠，他自个儿就写当年10几年就知道有什么职业，现在消失的职业。他是按照写书的标准自己在那儿写，原始笔记。蒋坝这个小镇呢是个水利封城小镇，它是因洪泽湖而建的这么一个镇，所以跟很多的东西都跟水利有关。这个地方刚刚成立一个非遗工作室，我们请了几个老同志因为呢蒋坝这段历史他们呢是见证者。因为蒋坝的历史发展、历史变迁离不开这些老同志们所以说他们这一代如果说在100年以后了，这个历史这是一个抢救性的工作。对。他是随手拿着纸就写。写了好几万字呢，包括蒋坝过去的风俗习惯人情包括美色很多的飞机东西都是他平时想到的写。我见过这样的人，就是老人，他留下了很多他记录的东西，很有意思。这个老人，这里的人就是能耐得住寂寞，喜欢长时间干一个事儿，把这个事儿给干成了。他有一个核心的点就在于他的那种执着和坚持，就他认为对的事情，他一定会坚持做下去，对吧？所以这种执着和坚持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性格特点。确实，刚才不谈到那个话题，说我们要对这个河岸的大堤进行开发嘛？我们走在这种古镇的时候，我们跟今天那个村支书在说呀，我就跟他强调，我说开发这件事情，我们能不能换一个词？我们叫保护。你把这些老人的记忆把这些砖瓦瓦这些老物件，你把它保护下来，在它的基础上去利用它，这样它才是一个活的文化遗产呀，是不是？就是倾听历史，关注当下，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这个房子永远不会是100年前的房子，但是我们保护的什么是历史，但是我们生活在当下。对。听2位老师说，坚持奉献我都非常赞同。但是我站在那个大地上，想到的是另外一个词，叫取舍。对，保运河还是保皇上是吧？还是保皇上的祖坟呢？对，明太祖的。因为明祖陵就在洪泽湖边上。这个压力其实在古代是很大的，现代人可能很难理解。当时呢，他想这些方法的时候，其实也都有很多讨论哈。你这样搞了，你当然收获了运河，收获了漕运，对吧？但你牺牲了很多地方。就是有所得必有所失嘛，有所失必然有人反对嘛，是吧？取舍嘛，你说你要让这个洪泽湖水位升高，但是你又不能让它升得太高。既有大的取舍，从国家大政方针上来说，
那具体到在这里做事的人，无论是各级官员，无论是地方的百姓，无论是商人，其实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取舍啊。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就实际上不是说我作为一个治水专家，然后我不用考虑所有的条件，对吧？实际上各方面你都在牵扯着你，跟我们平常做选择也一样啊。是的，说谁都会说，你先站在那个位置上，你再看看，因为你没有感受到他当时感受到压力。是，对。所以我觉得要想读懂运河，其实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到淮安。到这里了解一下这个运河心脏是怎么回事其实你也知道这个运河是怎么回事我有时候有一个奇怪的想法哈，就是我们说起我们自己的历史啊，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心中充满了敬意，也充满了温情，这当然非常非常好的，我自己也是这样的。不过呢，如果我们只把这些历史变成一个无条件赞美的一个东西呢，这个时候实际上是对历史的一种不尊重。深度的思考是非常重要。夜幕降临，我们出去感受一下淮安当地的人文气息吧。华苑小吃。哦，这有开个啥咖啡屋，挺好的。哎，这真变成网红点了啊！自在。它这个其实蛮好的，就是把以前的一些老街全部改造嘛。好玩，好玩。到头了。好啊。这多少钱？哪一种啊？这都卖给我多少钱？都卖给你啊。啊。行，好，谢谢你，走。你可以宠粉，然后再给大家发。哦，给你们俩。行，我给小朋友发一个，来，给你们一个，你给小朋友发一个，免费赠送啊！来，小朋友来送你这个，可以。好，来，好，好，来，你们也都不问问价，你就跟我啊，你要哪个？你要粉色的，这个给谁？这给你。好，这谁要？啊，你要蓝色的。好，你们俩也发，你们哪个？小大酒，桑河下，做那草本，这都是迎来运河的水，洗去凡世的尘，淮水安来，泊舟靠岸。感谢二位淮剧表演老师张飞扬老师和薛红梅老师。谢谢。今天台下我知道是有非常特别的嘉宾在的，来自我们闪耀吧大运河的走运团的各位老师们，我们掌声欢迎好不好？
大家好，我们是闪耀吧大运河节目组。大家好，我是阎鹤祥。我们到淮安已经1天了，这个地方真的是自古啊9省通衢，人杰地灵，水美人美，景儿更美。我们希望淮安越来越发展，越来越美丽。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家都不认识的段志强。没有他是我的偶像。我跟他们，待会儿出去的时候领20块钱啊。跟淮安人接触之后，我感觉淮安的格局也超级大，大家对淮安的爱也非常的深沉，不是那种廉价的无条件赞美的爱，而是有思考的、有期待的、深沉的对自己家乡的爱。欢迎你们来到我们淮安，我很喜欢淮安，所以也希望通过你们把我们家乡啊介绍给其他人。淮水岸蓝。被这种爱所感染，我好像也开始爱上淮安了。谢谢大淮安。我是一个建筑师。不，他是一个摇滚歌手，今年52岁，正是摇滚歌手的黄金年纪。上台经验也不足，所以我现在有点紧张。那就唱一首放松一下。乐队是现成的。我先适应适应啊。难忘的9月，躲在我手上。哇哦！这首歌的歌名表达了我的心情，这首歌名叫《喜悦》。告别淮安，走运团沿着隋唐大运河的脉络继续西行。宿州、淮北，唐宋时期这里是连通江淮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水运要道，可惜走运团无暇停留，只能遗憾错过。前方到达唐宋古都洛阳、开封。大家好，我是运河精灵李李。在这场穿越时空的运河之旅中，我们抵达了第6站，古都洛阳与开封。哎呀，到洛阳了！哇 ！Oh my god！ 哇！众爱卿，平身。咱们叫何以洛阳，人生几何？龙门石窟洞窟数量是2345，是中国石窟中洞窟数量最多的。菩萨低眉，金刚怒目。卢舍那大佛，他的表情非常的阳光，我跟你说。对。回洛仓是隋代时期的一个国家重要粮仓之一。为什么是6个？五谷有6个，你不知道吗？我不知道。好，二位爱卿，隋寡人一轮我大隋的江山，太气派了。这个是北宋时期遗留下来的，正好位于交通的枢纽。这是真正的北宋的云鹤九霄。对。特别满意它中间一个大沙盘。哇，我没想到狄仁杰做这么偏。白居易离皇上好远啊！最搞笑的是李龟年的宅子，跟李隆基那个是犄角之势，互相监控，而且政变的时候直接出门就踹他们家门。可以看正北方就邙山嘛，中间沿着中轴线一直到最南边就是龙门石窟。中轴线这个设置呢，跟咱们捍卫洛阳城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对称美这个事儿是全人类都有的。对，中轴线就是权力美学。